大家好，我是猫博士，今天我们来讲鸭子。正式开讲之前，猫博士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开瓶器，你会想到什么？没错，就是这种螺旋状的葡萄酒开瓶器，请记住这个形状。视频结束后，它在你眼里可不仅仅是用来打开瓶盖这么简单了。话不多说，今天要讲的这种鸭子有别于我们常吃的烤鸭，它是生活在南美洲的南美硬尾鸭。南美硬尾鸭属于小型鸭子，体长仅有40厘米，体重600克左右。这1斤多的小鸭子，猫博士一顿饭就轻松解决了。南美硬尾鸭的外形跟普通鸭子没有太大的区别，一生都在水上度过，很少在陆地上生活。一双蹼状的小脚丫使它能轻松地向前游动。南美硬尾鸭主要以昆虫、鱼等水生动植物为食，覆盖全身的外层羽毛在尾部腺体排出的油脂作用下，具有极好防水功能。里面一层厚厚的绒毛也能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就连没被羽毛覆盖的脚蹼，即使站在冬天寒冷的冰面上也不会被冻伤。这得力于它那特殊的逆流热交换系统，能大大减少体内热量的损失。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猫博士介绍的生物就这么平平无奇吗？怎么可能？接下来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大家先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动物交配的场景，然后再想象下鸟类交配的场景，是不是差别很大？绝大多数鸟是通过泄殖腔进行交配的，雄鸟只将泄殖腔对准雌鸟的泄殖腔，完成射精，交配就结束了。整个过程眨眼即逝。这些鸟类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快枪手。地球上有近1万种鸟类，97%都是通过泄殖腔交配繁衍后代的。这些鸟之所以失去外生殖器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在胚胎发育的时候，受到一种叫 BMP4 的蛋白质的影响，导致最终没能发育出完整的阴茎。难道鸟类就没有正常的生殖器吗？先别同情它们，还真有。地球上只有3%的鸟类有阴茎，其中就包含今天讲的南美硬尾鸭。南美硬尾鸭的平均阴茎长度为22厘米。不仅如此，南美硬尾鸭更是创下了鸟类最大生殖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可达42.5厘米。要知道，一般南美硬尾鸭的体长才仅40厘米左右，这简直太惊人了。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美硬尾鸭的阴茎是螺旋状的，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开瓶器呀！所以看到这里，你对手里的开瓶器有什么想说的吗？相对于雄性南美硬尾鸭，雌性硬尾鸭的阴道也是呈螺旋状的，毕竟什么样的钥匙开什么样的锁嘛，这有什么奇怪的？然而事实却是，它俩的旋转方向截然相反，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物种的正常繁衍。难道造物主创造南美硬尾鸭是为了让它们走向灭绝的吗？显然不是，主要跟南美硬尾鸭的交配选择和繁衍情况有关。人们常用鸳鸯来比喻男女间的爱情，画面转到南美硬尾鸭这边就没那么和谐了。每到繁殖季节，对雌性硬尾鸭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为了尽可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给后代，经常发生多只雄性硬尾鸭强迫雌性硬尾鸭的画面，直接导致雌性硬尾鸭被淹死、灼伤等情况。这种不顾对方感受、霸王硬上弓的行为，在鸟类中并不常见，绝对的渣男行为。然而在南美硬尾鸭的世界里，竟然有35%的交配都是被强迫的。正是因为这样，雌性南美硬尾鸭才进化出如迷宫一般的阴道。毕竟美女爱英雄，选择优质的基因才能孕育出更加优质的后代。事实证明，雌性硬尾鸭螺旋状的阴道确实起到了作用。科学家用4种不同形状的玻璃容器模拟雌性硬尾鸭的受精情况，先是直线型，然后是顺时螺旋状的，再之后是逆时针螺旋状的，最后是折角型。测得结果，逆时针螺旋状的阻碍作用最好。现实的统计结果的确是被强迫交配的雌性南美硬尾鸭产生的后代仅占总体的3%，即使不能反抗，也要逆天改命。除了南美硬尾鸭，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生物呢？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点个关注再走吧。我是猫博士，感谢大家的支持，下期接着讲神奇有趣的动物，敬请关注。